我们的申请预批信之后，开始看房，也找到了喜欢的房源，在出价和协商的过程当中也都很顺利，我们就可以进行最 exciting 的下一步，就是进入 escrow， 开始交屋的过程。通常我的 offer 被接受之后，我会在 Facebook 或者是微信上面贴这样子的图片来庆祝。那什么是 escrow 第三方托管公司呢？就是中立裁判的意思。因为买家和卖家是互相不信任的，所以需要一个中间人来监督整个过程，确保交屋的程序是公平、公正以及公开的。换句话说 ，escrow company 是同时保护买家和卖家，他们的责任就是确保双方的条件能够得到满足之后才交屋。所以 escrow 是中立裁判。escrow 的程序简单的来讲有几点：第一，先付定金 ，pay the deposit， 通常是出价的3%。offer 被接受之后，72小时之内要付这个钱的。在汇定金之前，要先打电话给 escrow company， 确定他给的账号是正确的，不然你汇错地方的话就要哭了。有些客户呢不会讲英文，也不会汇款。那我就会带他们去银行做翻译的服务，确保定金有顺利的汇给 escrow company。当我们把定金汇过去给 escrow company 之后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检查房屋 inspection， 请个检查员来检查房子的里里外外，我们就可以从检查报告了解房屋到底有多少损坏。如果你是买家，检查费用要你出，大概300到500块不等。如果检查报告出来说房子没有什么问题，身为买家的你满意了，那就继续交屋的程序。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检查报告，问题一堆，房屋的屋顶、地基、线路、水管到处都是问题，那身为买家你不满意啊，这个时候就有2个选择。第一，你可以要求卖家把这些坏的地方给我全部修好。第二个选择呢，就是要卖家给修理的费用，你自己请工人来修理房子。大部分的卖家是不愿意折腾的，通常都是直接给钱了事。检查房子这个环节满足之后，就要进行下一步估计房价 appraisal， 请估价师来看看这栋房到底值多少钱。若是你出价100万，但是估价报告上面说这栋房只值80万，那就麻烦了。你可以选择把估价报告拿给卖家，然后跟他杀价，或者是你自己要掏腰包出钱补这个差额。因为贷款公司要借你多少钱，是按照估价报告上面的评估，最好的结果就是估价报告和你出的价钱差不多，那就皆大欢喜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贷款批准 loan approval， 这一步是我们经纪人最怕的一步，因为这个环节最容易出问题。贷款公司会向你要更多的资料，进一步的严格审核你，看你是否有真的资格来贷这个款。在这里呢，要分享一个小秘密，那就是向大银行贷款不一定是好事，因为他们在贷款审核的过程当中呢，会比较严格。我有个客户，算是当地比较有名的律师，收入和信用都是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够资格。但是在交屋的过程当中，正好换了一个事务所工作，贷款就没有被批准，导致我们延迟了交屋的时间，被卖家罚了很多的钱。整个交屋的过程当中，就有一点点不愉快，有这个遗憾。所以不要有这个迷思，就是我贷款要找有名的大银行来做，因为大银行你存钱进去容易，你向他借钱难，特别严格的，所以找中小型的银行反而贷款容易。当我们被 conditional approval 之后，要记住这个字，就代表贷款基本上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交屋过程。接下来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查看报告 disclosure。 美国加州房地产法是很保护买家的利益，所以卖家需要提供很多关于房子的透明报告，比如说 preliminary title report 初步的产权报告，告诉我们说这个产权是否清晰可受。如果产权是伪造的，或者是登记的时候发生了错误，那么 title 公司和产权保险的存在可以避免我们双方卷入无止境的纠纷当中。
第二个就是 Termite Inspection Report 白蚁检查报告，让我们知道说这栋房子什么时候清理过白蚁。在洛杉矶大概3到5年，你就要请人清理白蚁了，因为这里的二手房大部分多多少少都有这样子的问题。下一个报告呢，就是 NHD 自然灾害报告，告诉我们房子的周围有什么污染物以及天然灾害的报告。包括这栋房是不是在火灾区，或者是地震区、水灾区附近等等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 Transfer Disclosure Statement， 或者是其他的卖家报告。卖家所知道的任何资讯关于这个房子的，都要诚诚实实、透透明明的写给你看。所以这些报告呢，让你了解房子的历史、周围自然环境的情况，里里外外所有的问题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关于这栋房所有的事情。满意了之后才继续交屋。在洛杉矶买房必须是要这么透明的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很重要的一步，就是移除条款 （Contingency Removal）。若是你可以接受所有报告的结果，那你就可以移除所有的条件。然后你的押金基本上就拿不回来了，因为当你移除条件的那一刻，就等于是跟卖家说你所有的条件都被满足了，你就非买这栋房子。所以通常移除所有条件之后，双方的经纪人会互相恭喜，我们会说 yes， 因为接下来就是要等待交屋了。在移除所有的条件之后，就要做最后的检视 （Final Walkthrough）。为什么要做最后的检视呢？目的是要确定房子在交屋的时期内没有格外的损坏，也确定该留的东西有留下来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卖家在交屋的过程当中要搬家，在搬家具的时候不小心把墙撞了一个大洞，当我们在最后检查的时候，就可以要求卖家赔偿。或者是卖家在合约上面答应说要把电冰箱留下来，但是在 final inspection 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冰箱不见了，被卖家拿走了，我们就可以抗议。所以最后的检视是保心安。接下来就是文件签名 loan doc。当贷款被批准之后 final approval， 你就要准备签 loan doc。这些文件呢，包括产权过户的相关文件，还有贷款最后的签字文件，需要你带上驾照或者是护照，在公证人 notary 的见证下签字，大概要签30分钟，所以你会签到手软，然后盖一个拇指印。签完字之后呢，你就要把剩下的头期款汇给 escrow， 然后银行要借你钱的这个银行会把贷款部分的金额也汇给 escrow， 这个时候放款 funding 就正式完成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要准备交屋了 ，ready to close。escrow 收到所有的钱款之后 ，funding completed 的当天或者是第2个工作日 ，escrow 的工作人员就会跑去县政府登记，然后做 public recording， 把这栋房子放在你的名字下。当 escrow 跟我们经纪人讲说，恭喜我们已经 finish recording 了，你就正式成为房子的合法主人，就可以开开心心的与经纪人去新房子交接钥匙，然后照一个相片留纪念。提醒一下，交屋前要转水电、瓦斯以及申请网路。所以 escrow 的责任就是确定双方的条件能够得到满足才交屋，因此 escrow 是中立的裁判。escrow 的过程是比较复杂，而我们用这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将过程讲一遍，其实对一个新手买家也是绰绰有余了。若是还有其他关于 escrow 过程的问题，请随时留言给我，我会答复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整个买房交屋的过程是挺复杂的，需要一个专业的经纪人来主导，这也是我们下一个单元要讨论的问题。我把选择经纪人这个题目放在下一个影片，最后一个影片有我的用意，希望大家能够看完，对你买房的过程有益无害。我是康比，下次再见。